今年以来，立陶宛对华恶意动作不断。5月，立陶宛宣布退出17+1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7月20日，台当局宣布将以台湾名义在立陶宛设立所谓代表处，作为必要回应。8月10号，中方决定召回中国驻立陶宛大使，并要求立政府召回驻中国大使，但立方并未悔改，一意孤行。直至11月18日，所谓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正式挂牌。11月21日，中国宣布将与立陶宛的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等级，而当天立方对此仅回应称很遗憾，并仍狡辩称有权与台当局拓展合作空间。11月26日，中国外交部正式召回立陶宛外交部，决定将中国驻立陶宛外交机构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立陶宛共和国代办处，并要求立方相应更改驻华外交机构称谓。分析人士指出，立陶宛近来操弄台湾议题，导致中立关系恶化的背后，美国这只大手发挥了主要作用。而实际上，这只大手打台湾牌的动作也并未收敛。就在立陶宛代表团周日窜访台湾前不久，美国国会议员刚刚离开。继本月9号6名美国国会议员窜访台湾后，周四又有5名美国国会议员抵台窜访。与上次6名议员均来自共和党不同，此次5人中，除了共和党籍众议员梅斯，其余4人都来自民主党。在台20几个小时内，窜访团会见了蔡英文、吴钊燮、台军退辅会负责人冯世宽等，双方就区域安全情势、台湾后备军力提升、所谓台美经贸合作等议题高谈阔论。分析指出，此次窜访团虽然只在台湾待了1天时间，可美方要将这种旋风访问常态化的意图非常明显，足以引发高度警惕。针对美议员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2度赴台，外交部与国台办周五均作出严正警告。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五表示，美个别议员窜访台湾，对外发出支持台独分裂势力的严重错误信号，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我们奉劝美方一些人不要打台湾牌，因为这是一张臭牌、死牌，肯定打不赢，必定要撞南墙，自食恶果。一切同中国统一大势相对抗的错误行径，都如同蚍蜉撼树，注定失败。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周五应询表示，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我们敦促美国会一些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怂恿支持台独分裂活动，停止打台湾牌和煽风点火，否则只会给台海和平稳定造成进一步损害。今年9月15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华盛顿会见立陶宛外长加布里埃尔·兰斯伯格斯时，再度宣称，面对所谓中国施压，美国将坚定支持立陶宛。外界质疑，一个人口不足300万的东欧小国，为何会甘当美国马前卒，成为反华先锋？对此，有俄罗斯学者周六撰文指出，立陶宛近来一系列看似让人无法理解的操作背后，存在其历史和现实的内在逻辑。文章指出，立陶宛在15世纪末归附波兰，18世纪下半叶又被俄罗斯帝国征服，10月革命获得独立后不久又被宿敌波兰占领，直至后来成为苏联的一部分，于冷战之后的21世纪才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这导致立陶宛成了一个缺乏主权意识与能力的国家，不仅在国际竞争中几乎没有立足之地，也不懂得为自身行为负责，甚至无法预见由此带来的后果与影响。这点从近期其公然违背一个中国原则，炒作台湾议题便可见一斑。同时，该国的治理精英大多是前亲美派的代表和散居在美国或加拿大的立陶宛人后代，一方面对外部世界，特别是对大国形成了一种既恐惧又依赖的畸形心理，另一方面又主动为美国利益服务，许多时候不请自来，主动跪舔。文章提到，近来与白俄罗斯的冲突导致通过立陶宛波罗的海港口的国际贸易急剧减少，立陶宛还关闭了用于民用飞行的空域，使其他欧洲国家和俄罗斯许多旅客不得不延长飞行时间并支付更高的机票价格。这样一来，立陶宛当局的余粮也捉襟见肘，只能依靠对美国的忠诚和利用主权国家的地位承认与某些区域的所谓外交关系换钱花。
立陶宛这些做法，实际上对他而言未必是有利的哈，很可能的话，这个不仅达不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和企图，反而可能弄巧成拙，受到更大的伤上自己立陶宛整个国家和社会人民付出巨大的代价。分析指出，虽然眼下立陶宛为了一时利益，甘愿充当美国打台湾牌的白手套，但长远来看，终将自食苦果。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经济研究部负责人安德烈·奥斯特罗夫斯基指出，立陶宛的举动对波罗的海国家来说，并非史无前例。上世纪90年代初，拉脱维亚也采取了类似举动，搞砸了与中国的关系，结局很糟糕。该国由此意识到，此举除了招惹外交麻烦之外，一无所获。中国大陆的贸易潜力比台湾地区高出不仅一个数量级，因此拉脱维亚不得不付出加倍努力修复对华关系，使一切重回正轨。他认为，此次立陶宛也会步拉脱维亚的后尘，自食苦果。至于中立外交关系降级事件后，美国承诺给利政府的6亿美元贷款作为所谓回报，奥斯特罗夫斯基表示，这终究是一笔贷款，将来是要还的。但是对政治人物啊，钱我先拿，贷款是以后人民去负责嘛。所以他的政治利益拿到了，他要给这个一个感觉，就是说他的外交很成功，让人家整个欧洲呢都注意他只有他敢，别人不敢玩。但是人家是真正懂得怎么玩，只有他在玩火，那玩火又会自焚。所以普京讲的这条最明确，我保证他不到2年就后悔。针对台海局势升级，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在台海方向战备警巡。岛内绿媒报道声称，解放军军机近期持续进入台湾西南空域，11月还未中断，差2天就可以达到全勤。周日当天，除了8次进入台空域，还首次记录到运20出现在台西南空域。报道宣称，根据航迹记录，运20周日上午11时许出现在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航迹网站能明显看到写着 China Air Force， 位置就在所谓台西南防空识别区。报道还称，这是近年首次记录到的机型，台防务部门也还未公开记录公布过。除了首次现身的运20，歼16也是台军紧盯的对象。根据台防务部门的数据，在解放军东部战区26号8架军机战备警巡台海方向的机队中，有1半是歼16战机。而在27日，解放军再次派出4架军机，其中又有1半是歼16。而歼16连续巡航，似乎让台湾格外惊慌。根源是担心日常飞台海的解放军歼16机队中，已经有了以电子战能力著称的歼16D。好的，相关话题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立陶宛国会议员访问团今天抵达台湾，开启窜访行程。那么中方此前已将中立外交关系下调至代办级，但立陶宛方面似乎仍未收敛，在台湾问题上继续做出危险举动。那么吴先生，您对此是如何看的呢？立陶宛这段时间的一系列动作，在我看来就是8个字：罪而小国，蚍蜉撼树。此前我已经讲过，立陶宛这个人口不足300万的弹丸小国的生存之道，就在于折腾二字，通过碰瓷换取盟友的支持与赋能，在大国博弈中榨取红利。细看立陶宛此番折腾，6亿美元就把国格出卖了，格局也就这巴掌大小了。值得注意的是，不光是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也将派出议员窜访台湾。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那就是波罗的海3国似乎不约而同地操弄起了台湾问题、台湾议题，这真的是巧合吗？它的背后当然有着源头可溯的大国指点，因此我们更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寻找牵线木偶的主人究竟是谁。从地缘关系上看，波罗的海3国的问题原本应该置于美俄关系、俄欧关系这个框架内进行博弈，中国一直以来甚少置身其中。我们甚至可以讲，波罗的海3国是美国盯入俄罗斯与欧盟之间的蝎子，一直扮演着麻烦制造者的角色，矛头指向的是莫斯科，长期毒化俄欧关系。波三小此番竟然不远万里操弄起中国内政议题，确实非常耐人寻味。那么在我看来这一系列操作的背后折射出美国的几层战略考量。首先，美国试图借助波罗的海3国毒化中欧关系。随着德国政府换届，后默克尔时代的中德关系迎来新的变数，由此可能进一步导致中欧关系面临结构性调整。在中欧关系变数丛生的微妙关头，美国借助波罗的海3国将台湾问题植入欧盟舆论场，
妄图让中美关系之间的结构性问题外溢成为中欧关系之间的结构性问题。这一推一拉，就在于离间二字。其次，美国试图借助波罗的海三国测试中俄关系的含金量。客观来讲，波三角的问题原本是莫斯科操心的问题，事关俄罗斯在波罗的海方向上的海权争夺以及在西线的整体军事压力。现如今，在美国的挑唆下，波罗的海三国不远万里，招惹上了中国。中国是否会在波罗的海方向上投入更多的外交资源，甚至是军事资源进行反制呢？这似乎也在间接拷问中俄两国是否真的加大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的力度。进一步的，倘若中国真的加大在欧洲释放政治军事影响力，是不是证明美国一直向欧洲宣传的所谓中国是重大威胁并非虚言呢？这是一个阳谋。一旦看懂了美国的战略意图，我们就应该明白如何正确的使用力量进行反制。眼前的这一切纷纷扰扰啊，归根结底还是中国对外关系主轴对美对欧两个主要战略方向上的问题交织叠加造成的。我们一定要分清主次，集中力量，优先解决主要矛盾，不为浮云遮望眼。好的，谢谢吴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